这次跟大家分享做肠胃镜前会进行低渣饮食对血糖的影响。会有这次经验，当然是因为我跑去做肠胃镜咯。会想去做，主要是因为我长那么大完全没有做过肠胃镜，然后又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乱吃乱喝的，很怕得大肠癌。然后那段时间刚好又是肠胃炎之后，血糖都不是很好。虽然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的是胃排空速度的试验啦，那时候我就没有想那么多，反正就先挂了肠胃科，然后去做了肠胃镜。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，国民健康署在今年114年1月1号开始扩大了大肠癌的筛检，原本50至74岁每2年才可以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，现在扩大至45至74岁的民众，以及40至44岁有家族史的人都可以做筛检哦。而且大肠癌近年来的发病年龄越来越低，大家如果有符合资格的话，就赶快去做吧。那我是直接自费全身麻醉的去做了肠胃镜，全身麻醉的费用大概是4、5千块。接着我们来看做肠胃镜之前的几天，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。首先在检查的前2天，我必须开始自主的进行低渣饮食，可以食用的食物只有白稀饭、白面条、白吐司、白馒头、蒸蛋，而且不可以加料哦，还有去皮的鱼肉。大家看到一堆白色开头的食物，一定会觉得哈，这些都是高升糖的东西耶。对啊，基本上白稀饭、白吐司、白馒头这些都是精致的碳水，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少吃啦，可以说是几乎是不会吃。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吃这种食物啦，最好我没有喜欢，它又会高升糖，我当然就很少会去吃。大家要吃的话，当然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要记得要注意分量。糖尿病什么都可以吃，但是分量以及营养均衡才是最重要的。接着我们看检查的前一天，只能喝无渣流质饮食，也就是只有运动饮料、澄清菜汤，菜不能吃；澄清鱼肉汤，鱼肉、瘦肉都不能吃。那个澄清菜汤跟鱼肉汤弄起来太麻烦了，只能喝汤，那我肉放着要干什么呢？所以我选择了前一天只喝运动饮料，而且检查的前一天要开始喝泻药。第一次喝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，而我是当天的下午做检查，所以我第二次喝泻药是在当天检查的早上9点。幸好我不是选当天早上检查耶，不然我当天早上还要凌晨4点爬起来喝泻药，好累哦。接着我们来看检查前2天的低渣饮食对血糖的影响。这一天呢，我直接选择了只吃白吐司，而我是选择买全家的这一款全乳香吐司，每一片我大概都有拿去称重过，都是50克左右，换算下来一片大概有25克的碳水化合物。那大家可能会疑惑说，哈，可是我去上营养课的时候，营养师好像跟我说，早餐店的吐司一片算15克的碳水就好嘞，怎么这一片有25克的碳水呢？各位，这个吐司比较大片，应该很明显吧？各位，你去算碳水的时候，一定要灵活的运用，你要看这个大小还有厚度，是不是跟你心目中定义的分量有所差异？我发现蛮多人都不会灵活的去运用的，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。而25克的碳水对我来说必须施打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所以我在早上7点05分的时候起床时，先打了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但是可能因为我刚起床在晃神，那你有前面可以看到我的血糖一直在往上升，也就是黎明现象。我压制黎明现象需要额外施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我忘记了。所以我少打了，血糖上升了74，最高点来到210。然后在9点40的时候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补打了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哎，你说我原本压制黎明现象只要2单位啊，那我再补打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就好了。我怎么打了3单位呢？因为我希望血糖在我午餐之前可以降到140以下，所以我增加1单位的目的是希望血糖尽速的下降到正常范围，让我可以吃午餐。不然我午餐前的血糖太高，我又再吃的话，血糖很容易又超过200多。然后提醒大家，我打完胰岛素后都会等20分钟后才吃吐司。至于打完胰岛素后要不要等待再吃东西，完全是看你个人的体质还有消化速度，你必须要自己佩戴 CGM 观察，然后再跟医师、营养师做讨论。
每个人对胰岛素的作用时间以及胃的消化速度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血糖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接着到了中午的时间，11点50分左右，我的血糖降到了123。此时我决定吃2片的吐司，大概是50克的碳水。然后因为吃吐司很干嘛，我就不信大家都不会配水喝。所以我就决定要配一些 f 来吃吐司，最终我决定打了10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至于中午喝了多少 f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称，但因为我不敢喝太多，我怕吐司加水对我来说整个就是高升糖的组合。至少中午这个 f 呢，应该是有喝到5克的碳水左右，我有用水稀释喝。所以中午2片吐司加 f 应该是至少吃了55克的碳水，然后我打了10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理论上应该是有多打的。而且大家不要忘记，我9点40分的时候还补了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它还在4个小时之内的速效胰岛素作用时间哦。果不其然，我在下午血糖100的时候看到细菌呈现急速的下降，所以我就先用 f 补了5克的碳水左右。各位可能会疑惑啊，我都算那么准，干嘛要多打？那是我现在看着 PPT 还有整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我多打了。我当天在上班，怎么可能认真的那边算？所以多打一些或少打一些，其实非常的正常。我呈现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平日的血糖。接着来到下午的4点15分左右，理论上我之前打的胰岛素应该都是没有作用了。然后我看血糖在80左右那边晃，我就决定再来吃一片吐司，不然我觉得今天实在太可怜了，都没有吃什么东西。所以我打了4单位的胰岛素，吃了一片吐司，然后这次结果超不一样的血糖只上升了35，最高点是111，之后血糖一路的快速下降。这次超夸张，我喝了半罐的 f 也就是约13克的碳水，才把血糖拉起来到113。接着过了4个小时，到晚上的8点15分左右，我的血糖在90附近维持了平衡，所以我又想吃一片吐司了，所以我又打了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吃了一片吐司。然后这次血糖也很不一样，直接上升了89，最高点来到178，而且还不下去哦。我最后受不了，在晚上10点半的时候补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而我的基础胰岛素是打9单位，就不特别写了。所以由今日的血糖波动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早餐、下午以及晚上的时候，我都是施打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然后吃一片吐司，可以发现血糖的反应完全是差很多的。大家有觉得很奇怪吗？是不是觉得我6到7克碳水打1单位的胰岛素可能是错的呢？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啊。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本来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的。请问你一天24小时，你每时每刻你体内的荷尔蒙浓度，还有你的心情、压力都是一样的吗？当然是不一样的，这只是一些影响血糖的因素而已。影响血糖的因素上百种。我6到7克碳水打1单位的胰岛素，只是我长期自己抓出来的而已。它甚至会跟着我的生理期的变化有所改变。接着我们来看自由自主，这边有一小段提到，加拿大有一个研究发现，早餐平均每10克的碳水化合物需要1.5单位的胰岛素，午餐则需要1单位而已，晚餐需要1.1到1.2单位的胰岛素。简单来说，它的意思就是早餐需要的胰岛素剂量是最多的，午餐需要的胰岛素剂量是比较少的。所以其实即使我一天之内都吃一样的东西，需要的胰岛素剂量是不一样的，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。而我的胰岛素比都只有整数的单位，没有0.1或0.5这种单位可以调整，所以我只好打固定整数的胰岛素单位，然后再看血糖的波动做调整。接着我们来看检查的前一天要开始进行无渣饮食，在睡前因为血糖太低，我先用 f 补了5克的碳水，然后7点05分起床。由图中你可以看到我有轻微的黎明现象，血糖一直在往上，所以一起床的时候我就先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去压制我的黎明现象。然后7点55分的时候我开始喝 f 所以我又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我喝的量是半罐，大概有13克的碳水，然后我有和水稀释混合喝，我没有一次喝完哦，应该没有人会一次灌完吧。我是在8点到12点之间慢慢的把这个稀释的 f 喝完的。有图中可以看到血糖只有小小的波动而已，而12点时我想把剩下的半罐喝完，所以我又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多之内慢慢的喝完。而5点的时候我要开始喝泻药了。
我拿到的泻药叫常见净，是一包粉末，然后是水果口味的，所以大家觉得它有糖吗？还是代糖呢？会不会影响血糖呢？那等我喝完，大家看血糖波动图就知道了。我是5点开始喝的，而由图中可以看到，我从5点到晚上的6点45分时，血糖几乎都是没有什么波动的，所以这个泻药呢，应该就是代糖而已。基本上对血糖不会有太大的波动。后面我想陆续补充水分，所以又打了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喝了宝矿力水得，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天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血糖几乎最高就在120左右而已，这可能是我发病以来血糖最平稳的一天吧。前一天的低渣饮食还让我的血糖上下波动蛮大的，而无渣饮食因为几乎不能吃东西，所以我的血糖还算是平稳。而无渣饮食，虽然我一整天几乎都在喝含糖饮料，就是 Fin， 其实 Fin 一罐有24克的糖哦，其实蛮多的诶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，尽量不要喝。但我为了做肠胃镜，所以没什么选择。但是因为我稀释兑水喝，然后又慢慢的喝，所以整天的血糖其实还算是蛮平稳的哦。这边要来做个比较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细菌性肠胃炎的时候呢，有一整天都没有进食，只喝了 Fin。然后我还发现有个地方我打错了，在8点08分，我这边是打了3单位的胰岛素开始喝 Fin。在此更正哦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我细菌性肠胃炎加发烧的状况下，那天我为了喝这一罐 Fin，总共打了12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哦，而我无渣饮食的这一天，只打了4单位的速效胰岛素就喝完了 Fin，而且血糖还相当的平稳。所以在发烧加肠胃炎的状况下，我打了3倍的剂量去喝这一罐 Fin 哦。真的是蛮惊人的。其实，在自由自主里面一样有提到，发烧会让胰岛素的需求增加，有时甚至会高达50%，也就是2倍。但我是3倍哦，因为血糖因人而异，书不是绝对的，它只是给你参考。那大家要观察自己的血糖，观察自己的胰岛素剂量。最后终于到了要做肠胃镜的这一天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凌晨的时候稍微有低血糖哦，我猜测应该是我前一天几乎没吃什么碳水。黎明现象相较于前几天也没有这么的严重。我一般睡前血糖在110左右，正常吃的状态下，凌晨是不会低血糖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要做肠胃镜的话，也可以跟医生讨论看看，在做肠胃镜的前一天，睡前血糖要不要再拉高一点，来避免凌晨的低血糖。然后9点的时候，我就继续喝了泻药，但是你看到血糖有稍微的上升，但是其实我不认为这是泻药造成的啦。而且前一天喝我的血糖也没什么波动，也有可能是我体内荷尔蒙的影响，而且只上升这一点，我觉得还好。一直到2点07分，我终于要做肠胃镜了，那时候血糖只有87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太低了。其实我去等的时候是1点多左右，那时候血糖还有100多，我就觉得还好，应该会在100多维持平衡吧。但是没想到它一路的慢慢的往下。所以到2点我做检查的时候，血糖只剩下了87。开始检查前，其实就也不大能再喝东西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低血糖的话，一定要跟医生说，看怎样把血糖拉起来之后，再开始做肠胃镜才是比较好的。而我做完肠胃镜的时候，大概是3点，那时候血糖大概在70那边左右晃，所以我就赶紧的吃东西了。你可以看到我后面疯狂的打胰岛素，疯狂的吃东西，毕竟我已经饿了2天了。而最后我的检查结果是正常的，医生说我的肠子很漂亮的。年轻的时候也是常常去吃到饱、烧烤、火锅，样样来，但我应该是还没有到太夸张的地步啦。终于是放下心里的一颗大石头了。